这次我们以13300包面粉，440担石油，使物价降了1半多，而且状态趋于稳定。这足以证明啊，这次的价格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估算啊，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啊，等铁路、航运的驳船一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这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啊。我们粮食公司会马上组织人员去产区协商订购。好。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的价格战，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未来，一旦发现物价再有上涨的势头，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积极的应对，明白了吗？明白。好。总体来看，各地解放以后，首当其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物价的大幅波动。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我们对军需的需要以及对物资的调配和掌握，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可能未来还会面临这样的波动，甚至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更严重啊！是啊，现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货币、税收的规定也不相同。你们中财委既要保证前方军需，又要保证各地尽快进入良性生产，任重道远。关于物资统一调配的问题，根据各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们再详细谈。好。陈老总他们在上海搞的这个借粮捐粮、本地购销的办法，大胆灵活，让他也写个详细的报告，发到各解放区去，让大家借鉴学习。好。这个是各地发来的情况汇报，你看一看。此次米棉之战，上海市政府财经委在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各界帮助下，将调借捐集中起来的粮食，严格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将带磨的麦子献给各厂，磨好的面粉可向市上卖，然后把收款所得收购麦子再磨，这样可以实现给予各厂资金周转的机会，等于给予实物贷款。鉴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不断寻找、尝试其他方法，缓解物资压力，稳定上海物价，解决民计民生问题。怎么了？胃有痛了？哎，老毛病了。啊。等华东的局势稳定下来，能正常吃上饭，自然就好了。你这次和曾山同志在粮棉战上小试牛刀，大获全胜。哎，充其量是小胜一局。算上这次，赢了3回了吧？对啊。我刚才写报告的时候啊，一下想起了30年前，我在法国，1919年，18岁，血气方刚，远渡重洋，想去学先进的技术，兴磨中华，没想到祖国衰微，备受人欺压。当时我率领同学们抗议，被武力押送回国。一路上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兴磨中华，往后再不受欺负了。当年呐，你和蔡和森，还有周副主席赵世炎，真是了不得啊！带领100多名学生，写文章、搞游行，为留学生争取权益，在欧洲、在法国，喊响了中国的声音。现在，
都言犹在耳啊。想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胸口那一团火啊一直在烧。后来呢，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我和项英带了100来号人进山打游击。有一天晚上，国民党搜山，大雨倾盆，我们分头作战。项英把眼镜打掉了，2眼一抹黑。我呢，是腿上感染，走不动路。我们2个，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硬是侥幸逃脱。所以说呢，只要小命在，就不能输。有你这个劲呐，我相信上海、华东地区一定会越来越好。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大使先生，美国来电让您准备回国。电报上说，根据上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访问北平。什么？我几次三番跟黄华沟通，好不容易跟周恩来达成会面的意向，现在他们给我发来这样的消息，看来这一番努力全都白费了。艾奇逊太谨慎，太胆小了。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华政策的问题，艾奇逊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呀。看来我要退休了。父，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呢？先生，您是不是再和艾奇逊商量一下？这是决策性的错误。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就是观望。现在我也更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了。国民党那边希望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我想我双月北平之后，然后马上访问广州，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这对我非常的不利。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的去北平拜见毛泽东主席，但是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改变了行程，直接去拜见蒋先生，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恩来啊，孙夫人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说我们共产党从泥腿子到最高领导者，从农村到城市，从万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哎，真是知音呐！是啊，孙夫人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哎，给2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上海麦伦中学高2的2位学生，给您2位画了2幅高2米、宽1.5米的大油画。这比真人还高啊！是啊，主席用的是4年前在延安开7大时候戴8角帽的那张照片。啊，哎，那朱总司令呢？总司令穿着军装，也戴着军帽，英姿飒爽啊！我第一次去上海，长布衫、老布鞋，典型的乡下人进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弹指一挥间呢。打了22年的仗，现在和平在望啊！哎，晚上是不是喝一杯啊？哎啊，哎，要得。站住！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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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说现在查的这么严，那些杀人抢劫的坏蛋到底抓到了没有？哼，那坏人哪是能抓得完的？就是，这种坏人坏事啊，不要到了我风里来。爸爸，哎，爸，陶老板，大白天的都跑过来干什么？给你看看。这什么？古恶不什么者？老米啊，侬真的应该到学堂里向小学认识。这叫坚持作恶，死不悔改的意思。太作死了。不圈者。后面呢？当局学语严惩，令抗议市民居民合作，肃清匪特。查的又严喽。街坊们，大家把手里的传单回去在自己的弄堂里都发一发，至少可以吓唬一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坏人，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好吧？好，谢谢。是的，这些土匪不抓住啊，上海不得安宁。对，是的。你们看啊，像我这样的姑娘家，我每天还要去工厂，万一碰上了呢？快来不及。长能耐了。哎，什么声音？大家快去防空洞！快走，吃饭饭，快走！报告，集合完毕。所有人员前往被轰炸区。出发。田副机长，您的信。这飞机，难保不是冲着我们阅兵式来的。是啊，这个月都抓了几万人，还有，真是冥顽不灵，图谋不轨。谭副师长，最新情报。嘉宾。卖报！可以，路线还是可以的。陈师长，师长，我们要找您和苏司令商量一下七夕阅兵式上的安保问题。敌人寄来了子弹威胁信。不用理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敌人如此明目张胆，这分明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嘛！我们必须要防范有可能发生的空袭和刺杀。师长，现在在检阅台上讲话可能有危险，您的发言环节是不是可以取消？你们先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担心。师长，司令，这是我们目前的布置，你们看看啊。目前参加游行队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驻沪部队的3个步兵师，11个特种兵团，30万名普通群众，在道路两边还有参与观看的市民，
总人数达上百万。一旦遭遇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我们有高射炮，但是弹药、射程都有限，阻挡空袭能力严重不足。群众是怎么安排的？师长，目前初步的计划是分5区游行，把群众分散。除了特种部队可以穿行于全市之外，其他的步兵和群众分区域游行。而且游行的群众乘卡车跟随部队前行。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是。迪特是冲着我来的，既然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不要慌张。那么多次的刺杀，他们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也刺杀不到我。我的警卫队按照平常的要求啊，执行任务就对了。迪特这次如果针对您，可能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杀手，执行刺杀任务。我提议，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这件事儿不能听您的，汉年同志，您不要太担心了，老军长的安全，我第一个负责。啊，英租界那一栋最高的楼，沙逊大厦，你们知道吗？知道。沙逊大厦，坐，就在中国银行的旁边。不过我记得，中国银行应该是比沙逊大厦高一点。错，中国银行比沙逊大厦要矮60公分。哦，本来这个中国银行要比沙逊大厦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在英租界，他们不准中国人的建筑压倒英国人的建筑，中国银行被迫妥协，把原来设计的34层砍掉一半，变成了现在的17层，硬生生的比沙逊大厦矮了60公分。原来这段历史，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横，是中国人的痛史。现在啊，上海还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排外，这又是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是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永远的拥有特权，那是不可能的。阅兵仪式，一是让我们的民众自豪，二是要告诉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而且不比任何人矮3分。明白了，师长，这就是阅兵的重要性，哪怕是再危险、再艰辛，要让全中国、全世界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上海，已经笔直的站立起来了。陈师长，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沪平县的抢修情况，还好损坏的不大，能够尽快的抢修好。我向您保证，一定能在阅兵式当天再次进行试通车。您看呢？辛苦了。铁路线一直是敌人虎视眈眈的，工人们夜以继日的抢修，还吃得消吗？听说是给阅兵式的县里，工人们个个是干劲十足。好，沪平县通车，关系到上海的民生问题，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们了。阅兵典礼按照原定计划，如期举行。好。根据嘉宾的电报，接头的时间是今天晚上。敌人这次这么高调的要刺杀市长，说不定是连环计。我潜伏了这么久才被启用，一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用到我的地方。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次你去领任务会异常危险。
你需要几个人？人多反而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就行。倒是陈市长的安保问题，千万不能松懈。万一敌人声东击西，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还有，陈市长去的路上，以及检阅台的安保也需要大量的人手。石阳，你的意见呢？街头工作的确是人越少越安全。国立，如果你碰到嘉宾，你打算怎么做？能抓就抓，抓不了就先撤。跟敌特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经验的。再说了，现在上海是解放区，万一不行的话，我就说身份不能暴露，以公安的身份先撤。有危险就撤退。国立，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别动！老五在吗？在。他还卖炭吗？卖的。那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去放烟花。好啊。老潘，全对。哎呀，样子变了，声音没变，别来无恙。哎呀，没想到警察局一别，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快，屋里请。来来来，请。没想到你就是嘉宾。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潜伏，是毛局长让我来找你的。辛苦辛苦。我现在呀是老魏，工作证带没带啊？啊。哎呀，了不起呀，了不起！田副局长，太好了！这次行动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原来这就是启用我的原因啊！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被启用，我得大干一场。田副局长，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呀？你呀，还是那么谨慎，谨慎点好。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哎，也是没办法。嗯。好看吧？妈，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穿了呀。我觉得还是我的比较好看，我喜欢红的。你好看呀，两个孩子都好看的呀。来，比一比。哦，对了，妈妈，明后2天我们沙场放假。哦。妈，侬确定不跟阿拉去那个阅兵式啊？对啊。明天啊，铁路式通车，那是给阅兵式的献礼，很重要的。哦，我去挂起来。好。爸爸，爸爸，这哪里来的腰鼓呀？干啥么子啊？看不出来啊？外婆的那个。是啊。怎么这么新啊？我刷的油漆啊！来来来，给你妈妈带上啊！这样，把桌子往边上移移。好的。让你的阿妈重新展示一下年轻时候的风采。哎呦，我都好久没敲了呀！来，鼓掌！好。哦，
我和你一起。我伴舞，我是观众。预备，开始。怎么了，爸爸？唱呀！怎么了？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要死！我当心点呀！行呀！岁数大喽。慢一点，慢一点。哎，真高兴啊！多少年了？多少年没见你打过腰鼓了？哟，好像25年了吧？结婚了你？爸爸妈妈，你们今年是银婚啊？像银元一样。哎呦，还银元呢，说的你爸爸多值钱一样。我怎么就不值钱了？我值钱吧？值钱。囡囡，阿爸值钱吧？阿拉爸爸定居了。你看怎么样？来，弄红旗。当心，我当心哟，当心一点。哎，帮结实一点啊！哎，好。哎，老徐啊，哎，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旗子啊，看着就是喜庆。那么当然了。哎，明天阅兵啊，国民党再来打炮弹怎么办？对呀，那么多人躲都没地方躲呀。听说有几门高射炮可以打飞机，真的假的？假的呗，要是真的早打了。是啊。嘿嘿，讲啥么子啊？解放军的高射炮随随便便好打啊！明朝国民党飞机赶过来，一记头拿伊打下来。就是的呀。哎，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国民党？就是讲了，国民党武器再好，不是把共产党赶了跑啦？就是。可是共产党没有飞机啊。为什么？练不出钢铁，拿什么造飞机啊？是啊。哎，瞎三话说啥么子啦？明朝阅兵式，看不看啦？哎，当然要去的呀。上海滩就没看过这热闹，阅兵式一定要去看。对，一定要去啊！当然要去，一定去看。哎，讲不侬听啊，明朝和平铁路开通了。哦。阿拉下趟好到北平去了。侬啊，买米买啥么子哦，一眼麻烦也没了。那挺方便的呀。这个火车一通啊，北方的米面啊，就全都来了呀。哎呀，就是这个价钱稍微高了一点。想啥么子？价钱高，葛么总比没么子吃好呀。我告㑚讲，解放了，挨下来阿拉个日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嘴上说向共产党靠拢，背地里还想跟司徒小搞小动作。天地良心，自从他出卖了自己的老板，我已经拒绝跟他见面了。这种人啊，太不爷们，不义气的呀。还撒谎！那印啥子让我支援政府的船只，我是不是乖乖的资助了？那这样好了，从明天起，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切向你靠拢，好了？不是向我，是向人民和共产党。侬说向谁就向谁。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仪式啊？真美啊！你干嘛？报纸给我，给我！给我！你干什么？你别 Calm down, young man. 嚣张的嘞。It's just a jok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help.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what? A show to entertain yourselves. You don't even have an air force.
So when Chang'ai comes on his plane,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ll be waiting for him to be blown up. Boom! 我们走吧，这太吵了。 Hey, young lady, why so fast? Have a drink with a handsome gentleman. Take a drink with me. Hey man, come here. Hey man, 你干什么？Hey. 英子 Sorry. What are you sorry for? Bye. Come on, have a drink with a gentleman. 秀子，我们有车的，咱上车走啊。你为什么一直跟那个外国人道歉？我大声训斥他了呀。都是我的错，是我来晚了，和你没关系。明天阅兵式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哎，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人给你约出来了，快点。快点，你给我走。秀子，侬要去医院加班啊？我陪你啊。我刚跟你说正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哦，我已经把他吓到了，你没看他已经住手了吧？要不是我那大声一吼，这后面的事情不可想象的呀。好了，清楚了哦，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外国人都是。 哎呀，夫人啊，看来你的身体好多了嘛，精神也蛮好的呀。人逢喜事啊，精神爽。是。我今天啊，确实是很开心，尤其是啊，您能亲自来看我，我就更开心。哎呀，应该的。哎，你的这一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写得太好了，哎呀，实在是高兴啊，高兴。哎，现在整个上海啊，都在为明天的阅兵式做祝贺的准备。你要不要去看一看？还是让年轻人去吧。哎，瞎讲！你在我眼里也是年轻人，我比你大15岁呢。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内史地做邻居的事情？怎么不记得？人越老啊，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就越清晰。我还记得几次在街上遇到您，您手里边啊都是捧着一本书。对的。哎呀，那个时候啊，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每一次见到我就要问问题呢？哎，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勇敢、聪明，活泼，而且又好学，将来必成大才。喏，怎么样？哎，王老啊，您是逗我开心吧？你是这样子的吗？来，黄老，我敬你一杯。哎，好。
队长来了。烟花呢？取走了吗？拿走了。啊，刘用那一辆你转移了。哎，走吧，车钥匙给你，你来开车。那行，走吧。 老米啊，好了吧？快点啊，那种位置没了。洗爸爸给，走吧。哎，小红旗摇起来！哦，高兴着点。摇起来，摇起来！我唱了吧？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李大夫，您不去看阅兵室？今天加班。 多加一台手术，又加班，我还想去看呢。好好工作就是最好的庆祝。庆祝什么呀？又要加班。我加班不开心啊！哦，不加班哪有好吃的？谢谢林老板。就，您可真是天生一对。 青娥，你得学学我呀，让员工加班得有奖励的呀。是往铁路方向开吗？不知道。 开去火车站，前面右转。你干什么？开车！开车！停车！报告局长，我们在安保检查，有什么发现吗？发现可疑物品，在哪儿？在主席台上。快！在这儿。让开！让开！快让开！快让开！让开！让开！快让开！
海解放了，人民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我们是一家人了。让开！都让开！让开！让开！都让开！都让开！我现在宣布，庆祝上海解放，纪念7.7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这一路山河，迎着日出月落，你望着九州烽火，仿若当初的许诺。这一腔炙热，走过风雨如梭，你的足迹曾诉说每方土的波澜壮阔。你是我所有执着，是天地最无畏的宽阔，你是岁月峥嵘的长河，永远有我追随着。你是我所有依托，是心底最眷恋的停泊。你是人间不变的星河，永远有我深爱着，永远有我深爱着，永远有我深爱着。